注意看，这一大盘食物并不是什么豪华双人套餐，而是眼前这位800斤的男人的早餐。金黄的煎鸡蛋配上熏肉肠，做成满满的早餐卷，再配上7、8根香肠和2大块面包圈，吃的男人不亦乐乎。唯一能让他暂停下来的，就是喝着一大口快乐水。当然，一刻不停的不只是男人的嘴，还有他的大脑。By the time that I finish the meal that I'm eating, I'm already thinking about the next meal. 男人名叫瑞安，年仅31岁的他，体重就超过了740磅，连医院的体重计都给干爆表了，走个路都要气喘吁吁，上个车更是要了他的老命。他艰难地将自己肥胖的躯体挤进车厢，累了个半死的他，也只能把气撒在车子上。然而这一拳似乎并不能给他扩展多少的空间。瑞安的一天，从明媚的阳光照到他80平米的小床上开始。由于过度肥胖的体重，他已经在这张床上生活了整整8年。他可以一整天都待在床上度过，但下体传来的变异还是让他不得不离开舒适圈。他步履蹒跚，喘着粗气，艰难地来到了厕所门前。可这小小的门并不允许他顺利通过，他只能侧过身来，努力挤进门去，小心地坐上马桶，以防将其压坏。在一通排山倒海的发泄之后，他又得步履蹒跚地走回自己的床。还没来得及回血的他，又开始对洗澡的事情发愁了。由于家里没有能装得下他的大浴缸，他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擦拭身体。可这几张小湿巾实在是不够用，他只能呼唤母亲的男友。Hey Leroy, can you please bring down my towel, please? Yeah. 住在楼上的母亲和她的男友贴心地给她留了隐私空间，让她放心地在床上给自己洗澡。我们也得以借此一览瑞安肥大衣服下的全貌。你能想象这么多的肥肉，要是长在你身上，会是个什么情形呢？在瑞安行云流水的快速清洁后，他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衣服。And once I get situated again, it's time to eat. So my mom will usually start breakfast for me, and Leroy will get my drink. 只见勒罗伊往他的超大号水杯里倒满快乐水，瑞安抱在怀里就大喝起来，快乐得像一个800斤的胖子。接着母亲会下来听他点餐。A couple breakfast burritos, some sausage and bacon, and a bagel. Sausage and bacon? Yeah, Bagel, cream cheese? please. 随后就做出了开头那满满一盘的豪华早餐，从大清早就吃得这么丰盛，想不胖都难。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悲惨童年环节。总有观众说，这些人总是在给自己的肥胖找借口，都把原因归结到童年的不幸上。而今天的这位更是把找借口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，甚至比之前介绍过的詹姆斯还要夸张。在瑞安还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一家人。母亲在婚后，缺少父爱的瑞安一直渴望继父的关怀，可不管他怎么努力，试图引起继父的注意，继父都对他视若无睹。再加上母亲又给继父生了一个女儿，更是独占了继父所有的宠爱。备受冷漠的瑞安只能选择用食物解决抑郁。Feel bad, you eat a donut, and that's how I coped with a lot of things. 就这样，食物成为了瑞安最好的朋友。在他10岁的时候，体重就超过了100磅，这让继父更加嫌弃瑞安了。无奈之下，瑞安只好搬去和祖父同住。祖父的关怀让瑞安倍感温暖，他甚至将祖父当成了自己真正的父亲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When I lived at my grandparents' house, my weight was pretty steady. 然而好景不长，大概1年后，祖父给瑞安带来了他亲生父亲去世的消息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祖父自己也身患癌症去世，自己只能被迫回到继父身边。年仅13岁的瑞安再次跌入谷底，重投食物的怀抱。短短几个月就吃到了185磅，这让他失去了竞争橄榄球跑位的机会。和心中梦想失之交臂的瑞安逐渐堕落，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派对狂欢中染上了烟瘾、酒瘾和毒瘾，以及一刻不停的进食。等待他的当然是更加残酷的现实。17岁那年，他的体重就重达300磅，自己也因为吸毒被发现，遭到了橄榄球队的开除。一无所有的瑞安这才幡然醒悟，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18岁那年，他退了学，到俄勒冈州当起了电焊工，结识了众多友善的朋友。他成功戒了毒瘾，却还是放不下食物。25岁那年，他活活吃到了600磅，公司老板以体重超重为由开除了他。无力工作的瑞安只能依靠自己的积蓄苟活。28岁那年，他的体重来到了700磅。在床上躺了2年多的瑞安，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动不了了，生活已然无法自理。
慈爱的母亲最终忍痛选择离开了再婚的丈夫和女儿，独自前来照顾儿子，并且结识了如今的男友。瑞安也再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一个31岁的男人，却还要依赖母亲才能生活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Pretty defeating feeling. It's like I failed. 一想到这里，瑞安又不由自主地吃了起来，就这样又吃到了740磅，这还是几个月前测出来的数据。意识到自己完全成为食物傀儡的瑞安，终于决定做出改变。因为自己的生父去世的时候只有40多岁，他的体重也重达800磅。他不想重蹈生父的覆辙，不想在这个年纪就草草死去。他想减下肥来，成为一名消防员，这是他毕生的愿望。为此，他联系了专治肥胖的那神医。在介绍自己的过程中，瑞安又习惯性的将一切的过错都怪罪给了周遭的人和事。见多识广的那神医也不跟他客气，直接霸气回怼 Whether you're gonna keep making excuses and blaming everything else for your situation, or if you're ready to wake up and get your life together. 瑞安当场认怂，表示自己会全力配合。那神医于是给了他减肥的建议，第一条就是要禁掉所有零食，其次一日只能吃3餐，每餐热量不能超过400卡，除了蔬菜和蛋白质，不能有任何碳水化合物。最后再找时间来休斯顿当面进行减肥疗程。瑞安嘴上答应得很快，合上电脑就犯了难。不只是因为要和零食们说拜拜，最让他头疼的还是搬家去休斯顿的天价开销。他只能先行动起来，一边减肥一边想办法。而现在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称出自己确切的体重，好让那神医给自己制定目标。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出门的瑞安看着窗外的景色，满面愁容。尽管屋外白雪皑皑，厚重的脂肪还是让瑞安仅靠几件薄薄的单衣就能御寒，一双凉拖更是写满了不羁。可即便是轻装上阵，还是累得瑞安气喘吁吁。肥大的身躯挤进狭小的车厢，更是要了他的老命。800斤的大男人险些崩溃落泪。I hate this car! 希望这一拳能把车子打得更大一些。历经千辛万险，瑞安终于来到了医院，在护士的帮助下走上了体重秤。没想到的是，瑞安的体重居然都给体重秤干爆表了，给护士都看无语了。瑞安只能打电话联系那神医，那神医一听说人家的秤上限是660磅，你这体重明显超标了，所以不管你现在到底有多重，都先在2个月内减到650磅，起码得让人家能正常显示读数先。瑞安又是嘴上答应的很快，一挂电话就开始自闭了。 That's a big amount to lose, so I feel like Dr. Now is asking a lot from me. 可尽管如此，求生的信念还是驱使瑞安继续坚持。于是早上醒来的第一口，再也不是豪华大餐和快乐水了，而是一根翠绿的西芹和一瓶矿泉水。So basically, I'm eating like a rabbit. 连母亲也亲自下场监督，严格按照那神医给的食谱控制瑞安摄入的食物热量。可尽管如此，母亲还是觉得瑞安做的远远不够，因为她知道瑞安还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作弊日。And one of the articles that I found that was really helpful suggested doing a cheat day because it helps you get over all your cravings. 然而，这种观点在正常人看来，正是导致减肥失败的罪魁祸首。瑞安的母亲自然也不例外，全面禁止他的偷吃行为。可瑞安还是会趁母亲午睡的时候偷点外卖吃，但这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。What are you doing? Eating some chicken. I'm making dinner. Okay. So the dogs will have chicken for their dinner. 母亲一气之下把外卖喂了狗，瑞安今天的晚饭就只有鸡肉沙拉了。勒罗伊也苦口婆心地劝说瑞安 Every step back's like you gotta take 5 more steps forward than you had to take before. 瑞安依旧是嘴上答应得很快，心里却另有打算。果然，经过瑞安3个月自认良好的努力，他自信满满的来到医院，一上秤，竟发现他又爆表了。这也意味着他并没有完成那神医给到的减到650磅以下的任务。此时的瑞安还深感委屈，自己明明都已经这么努力了，怎么还是没有效果？最后一想，一定是秤坏了。给电话那头的那神医都整无语了，那神医也不多说，让他赶紧准备到休斯顿来，自己亲自监督他减肥。瑞安又是嘴上爽快地答应了下来，心里却已经想好了
100个阻挠自己的理由，什么搬家太麻烦，休斯顿的房子不便宜，便宜的又不好住，对着镜头又说自己绝对不会气馁。母亲也是个狠人，一看瑞安毫无进展，直接丢掉了家里所有的零食。事已至此，瑞安只能选择继续减肥。他开始试着锻炼自己，收拾好行李，准备踏上前往休斯顿的旅程。Because I'm not missing my next appointment and risking my only chance to get my life back. 就在瑞安的豪言壮语下，转眼又过去了几个月，那神医连他的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，打过去的视频通话也是一直没人接。担心他出事的那神医只好拨通了他的手机。You haven't been answering your calls, so let's see what's going on. Yeah,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've seen you call because I have you on my phone under Dr. Now, so. 瑞安的谎言极为拙劣，但那神医依旧选择耐心地询问他什么时候来休斯顿接诊。一听到这个，瑞安马上开始跑火车，一会说自己联系的司机临时变卦不去了，一会又说自己办了健身房会员，95%时间都在遵循食谱吃饭，身体非常良好，晚点再去休斯顿。一套套说的天花乱坠，那神医听的却是漏洞百出，直言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如果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一直给自己找借口，那么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瑞安又是满嘴认同，草草地结束了对话。挂断电话的那神医这才想到，也许瑞安只接电话就是为了避免视频通话，让那神医看到自己丝毫没有改变的样子吧。果不其然，电话这边的瑞安堪称毫无长进，对着镜头还在若有其事地埋怨着没人能带他去休斯顿。趁着母亲午睡，他又偷偷叫了一份作弊餐。满满几大盒的垃圾食品瞬间摆满了小桌，瑞安一边大快朵颐地吃着，一边还在给节目组说着去不了休斯顿的借口。他甚至把锅甩到了俄勒冈州的朋友身上，说他们最近出了事，让自己非常担心，以至于连去当地医院称重的计划都取消了，像极了小孩子为自己犯的错找的开脱，自己把自己都给骗到了。吃饱喝足的瑞安瘫倒在床上，在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到一丁点他所谓的减肥的决心。果然，自那以后，瑞安就在找各种理由拖延去见那神医，一会说自己去了俄勒冈州照顾生病的朋友，一会又说自己回了蒙泰拿州接受了一个医生朋友的帮助，不需要那神医了，一会又来向那神医求助，一会又说自己又去俄勒冈州照顾朋友了。But 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at 700 pounds he is able to take care of anyone. 到最后，瑞安干脆切断了和那神医的联系。那神医也明白他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习惯于用谎言和借口戏弄周围的人，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。他已然深陷泥潭，无药可救。这也是那神医继詹姆斯以后又一次选择放弃对患者的治疗。不管瑞安的结局如何，他似乎都不值得我们的同情。可怜的只有他身边的人，为了他付出了一切，却只是白白消耗了青春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奇闻揭秘官，带你看遍天下奇闻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